给我瞄准了打，这个比较有效。对，这是吴铁一加平，把对手的肩加平，手击，这手击，PK 了。注意看，屏幕前的这位男子就是日本百年难遇的19岁格斗神童袁鹏熙。这家伙扬言中国选手不堪一击，自己只需要短短3个月时间就能踏平整个中国格斗拳坛，到时候所有中国人都要匍匐在日本人的脚下微微颤抖。这番言论的确很嚣张，激起了许多中国粉丝的仇恨。当然，这家伙的确不简单。19岁的袁鹏熙早已打遍了整个日本同级别的选手，目前职业战绩为9战9胜9次 KO， 就连日本首相都称呼未来日本格斗的希望就靠他了。怪不得这家伙敢说出如此嚣张的大话。就在这时候，同样是19岁的中国小将吴铁印有点不服气，主动对其发起挑战，要与袁鹏熙碰一碰。论比赛战绩，吴铁印的确不如日本选手出色，但是架不住吴铁印有一颗爱国赤胆忠心。忠于祖国的吴铁印暗暗发誓，一定要让观众看到中国人的骨气。话就不多说了，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吴铁印痛揍日本神童，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，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吴铁印人狠话不多，一上来就往袁鹏熙内围逼近，发起凶猛进攻。很明显，袁鹏熙也没见过这种狠人，哪有一开始不做试探就猛攻的？吴铁印可谓是发挥了年轻人的风范，能打死对手，绝对不会说废话。有力的打法，又是他拿手好戏，地面的肘击。现在对手把它放在半封闭的姿态里面，就是一条腿夹在下位凶手的2条腿里边。好，抢把位是综合格斗非常重要的一个，这跟摔跤的抢把非常像，是的，是在有利的位置上。好，双方因为在绳边没有办法继续实施地面的动作，所以要回到场地中央。这个要回到原来的动作上，对，而且要从2个人都互相认同的位置开始，对，直接肘击。对，上次吴铁印就在这时候用肘击降服了对方。对。其实，在综合格斗里面，封闭式防守不一定对下位选手是一个防卫的姿态，反而会遭到打击。这个是该说不说，吴铁印这位年轻小将攻势太强了。距离比赛开始才过去了1分多钟，不仅重创了袁鹏熙，还将对手稳稳地压制在身下。被压制的袁鹏熙也没有就此放弃挣扎，多次扭动身体，试图挣脱吴铁印的束缚，来到站立。姿态有一条腿，吴铁印的一条腿在对手的2条腿控制之内。对，因为这条腿被控制了，所以就整个身体的移动和动作都受到了限制。我们来看，吴铁印可能要用他的肘击，还要用砸肘可能，但是呢，对方锁住他的2个胳膊。对方是做了一个半蝴蝶的防守，想要破坏上位选手吴铁印的重心。这个日本防守也很不错，其实。对的，控制住对手的腿、胯和手臂，基本上上位选手就没有优势了。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。日本选手的地面技术非常的娴熟，而且意识很好。对，他在控制他。看一下，腿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进入了蝴蝶。吴铁印在过腿。如果能够想办法把2条腿从对方的双腿控制都拿出来，就有了优势了。对。但是有一条腿被牢牢的控制着，一直没有拿出来，而且因为这个位置被干扰的，也不太会形成特别好。2位选手在地面僵持不下，你奈何不了我也无法进行一系列进攻。当然，这时候裁判的作用体现了出来。裁判为了比赛更好的观赏性，还有公平公正，决定将双方拉开，重新安排回到站立。怎料刚刚来到站立的吴铁印还不打算放过对手，举着拳头就往袁鹏熙冲去。看来今天这场比赛不死不休，绝对要有一位选手被 KO 送走。看看摔怎么加劲摔，日本选手启动加劲摔，并且成功了。双方再站起来。好，吴铁印还有一个小绊子。对，好，这次有了位置，来留开空间，按住头，对，这个肘击，这个比较有效。对，这是吴铁印的长处。对，日本选手控制对方的脖颈，把吴铁印的头拉下来了，这样没有空间打击了。进入到全封闭防守。对，刚才的话，这吴铁印还是打中了几次。肘击。现在日本选手在一胯，可能要重新恢复到中间位置上去，在下心了。裁判要干预了，因为这样下去没有办法做动作了，是从一个全封闭的侧身防守回到场地中央继续。
对，又是一个主动的砸击。袁鹏熙原以为这场中国之旅一定会给教练交上一个满意的答复，没想到今天的中国选手实在太残暴了，仿佛吴铁印与袁鹏熙有什么血海深仇才会打得如此拼命。袁鹏熙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我觉得他是希望把那个手给他夹到对方的那个腿里面。哦，小心！好，这个时候不要把脖子留给对手。再次半蝴蝶啊，这个日本选手的防守非常好，一直没好，这个有点空间了。3次肘击，对，还要注意自己的胳膊，对，头部在撞击对方，不能用头进攻。重新回到这个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吴铁印还是一如既往的往袁鹏熙那位冲去，尤其是这几拳就像铁锤一样砸向袁鹏熙的脑袋上。根据双方的表现来看，吴铁印今天打算在地面上打爆袁鹏熙，为中国人争一口气。反观袁鹏熙也不想来到地面，已经逃跑多次，奈何吴铁印紧追不舍，只能被动挨打。这时候可以连续肘击。对，这个位置对手啊，下位的对手非常难受，因为起不来。动不了，起不来，完全处于被动的位置，只能搂头。上位选手完全可以使用自己的体重压制住对手，而且还可以使用窒息或者反关节的技术来降服对手。当然，对手的经验非常丰富，马上要进入了蝴蝶盖儿。啊，这个砸击，刚才几个砸击非常有效。对，这个日本选手这个鼻血流出来了，溅伤了，对，溅伤了。好，他起来了，起身，对这个，好，这是有2个，但是不能够在这个时候用膝盖攻击头部，3点支撑不能攻击头部。对，这个起来了，重新要恢复到站立位置，可能在绳圈的边上做不了动作，所以一定要重新分开再来。吴铁印一个大力出奇迹，直接将袁鹏熙给撞出擂台外。按照比赛规则，吴铁印并不是故意这么做，所以说裁判并不会去扣除吴铁印的分数。袁鹏熙此时的心情也有10分自信，变成了自闭。如果长此以往的让吴铁印随意发挥下去，而袁鹏熙只会距离比赛胜利越来越远。这个看谁的摔法更好一点。对，我觉得日本选手也非常顽强，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没有出现过大的失误，只是在地面的下位时间比较多，受到了砸击次数比较多，其他方面都做得非常完美。对，所以他9战9胜也不是白来的。对，地面的意识非常清晰。那2个都是19岁的小将。是。好，这个又是脚底下一绊，把日本选手放在下位，这是中国式的这个教法。对，下位呢，日本选手害怕了，应该他只能够不断的用手臂搂住对手的这个脖子和控制一只手，对，控制距离不让他砸击，避免形成打击的空间。对，而且刚才已经见血了，打击还是有效的。是。一胯下行，想出来被狙击。从镜头中不难看出袁鹏熙十分痛苦，脸都憋红了，依旧没办法动弹。吴铁印也在尽可能的想办法挤压袁鹏熙的身体，造成一定的体能消耗。台下的观众没有任何人同情袁鹏熙的处境，因为这家伙实在太嚣张，不尊重中国人，巴不得除之而后快。估计此时的袁鹏熙已经不奢望赢下比赛胜利，能不能活着走下擂台都是回事。这拳法已经第3次奏效了，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教法。看一下能不能从防守里面出来，一跳腿出来了，自己的头被对手的手臂夹住出来，用肘击、拳击，小的肘肩的动作非常漂亮。这也是吴铁印的招牌的动作，但这次日本选手控制他的距离控制非常好，没有完全发挥出来。但其实对日本选手来讲，他有个劣势，就是他始终在搂着对方的脖子的话，手臂很快就没有力量了。对。转身出来了，
这个位置不错，哎呀，这个位置这个有一点，日本选手体力消耗也非常大，这个防守不像刚才那么严谨了。没错。现在还是半封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双方体能消耗严重。虽然一直都是吴铁印在发力暴揍袁鹏熙，但是挨揍的滋味相当不好受。所以说，目前最痛苦的莫过于袁鹏熙的处境，动也不敢动，也不敢放开手臂束缚。万一松手，今天肯定要被吴铁印活活打死。能够连续做出小幅度的4次肘击，力量都很大，这个训练的功力非常强，说明他在这个基础上训练投入了很大的精力。而且这个东方荣誉的选手实际上对地面砸击都特别喜欢。是。你看到包括杨建平啊，包括这个吴铁印他们，包括这个严世波，对，要听裁判的指令。第二回合比赛结束。这个找机会就砸，找机会就砸。啊，第二局比赛就还没有完。新动作。比赛来到第二回合，吴铁印将攻势加强到了顶点。很明显，这是一个放手一搏的好机会，就是要趁着日本选手状态不好，还没缓过来，给他迎头痛击。此时袁鹏熙能做的就是困住吴铁印的手臂，缓解攻击。至于反击，想都不要想，万一把吴铁印逼近了，指不定做出什么失控的暴打。这腿要能撤出来就好，这他腿。2次连击肘击，这个过腿啊不太容易。切膝过，哎，成功了，出来了，扯压了，齐成，这个好，齐成是极大的优势位置，日本选手马上起桥，来往上去，对，再次把它放到这个逃脱的动作，充分显示了日本选手的训练水准，对，刚才的齐成瞬间就被逃出来了，压制要把对方压平。把对手的肩压平，肘击啊，这个肘击，没有了 ，PKO 了，对 ，PKO， 霸气十足。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吴铁印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吴铁印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